多人都在问说什么是双生火焰，老师你该水的。双生火焰，会相信双生火焰都白痴啊！这有什么好讲的啦？现在留言上面都这样扯啦，你该水的，我代拢唔知啊。像爱雪宝就是我的双生火焰啊，不然嘞，不然你的双生火焰是什么？等一下，这问题谁问的？这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对，你哦，你来，你说，为什么要讲双生火焰？为什么？双生火焰就是遇到灵魂的另一半，很浪漫的那种。等一下，这双生火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同一个灵魂，然后分裂出独立的两个个体，不是一整群，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太白痴，你知道吗？我们一个灵魂会分裂了无数个灵魂的意识，然后在不同的时空同时在经验跟运作，对，怎么会一分为二？这傻小。所以他们的说法就是只有分成你跟另外一个。讲这句话的一定是白痴，他只领悟到一件事情，叫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那个两仪的阴跟阳而已。我们灵魂不只是分裂成阴跟阳而已啊，它是分裂成一念的无数，怎么会有双生火焰这种挖沟啦？谁信啦？谁信啦？你跟我讲谁信啦？为什么那么信啊？不知道。我有好几个个案，至少10几个个案，他们一开始会因为感情的事情来找我，都是说啊，我遇到的那个人是我的双生火焰，我好爱他，他好爱我。但通常呢，他们都是有妇之夫，或是有妇之夫，或是有夫之妇，是这样说吗？对。然后你把人家的老公跟把人家的老婆当成是双生火焰，还说啊，我这辈子跟他这么相爱，我怎么可以不跟他在一起？你有事吗？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还没有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老公或是有老婆了？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跟他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相遇的时候，本就应该是对方是没有伴侣，自己是没有伴侣啊。你不觉得这个灵性圈很奇怪吗？他们奇怪的地方是一样，都是外遇跟出轨的戏嘛。但是拿掉灵性，还不是跟那个社会案件一模一样？这有什么好说的？你怎么会相信？到现在，很多人很执着要找到自己的双生火焰。讲到双生火焰，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灵魂伴侣。大家知道吗？大至你父母、爷爷奶奶。身边的家人、兄弟姐妹，乃至你现在公司的老板跟伙伴，连你也是啊，你也是我的灵魂伴侣啊。雪宝也是我灵魂伴侣啊，刘总也是我灵魂伴侣啊。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都会是你的灵魂伴侣，没有人不是。如果你觉得谁不是，那只代表一件事情，你没有把所有的人，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当成是都没有当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当你没有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你的双生火焰怎么可能会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啊！而且大家不觉得说，我们常常会把伴侣这件事情，尤其是还没有出现的伴侣，由于自己内在爱的匮乏，然后对理想自己跟理想伴侣的投射，于是乎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我就觉得变得很脑补明明两个人是业力伴侣对，一个是有夫之妇，一个是有妇之夫，然后两个人硬凑在一起。那如果你们真的爱对方，为什么不是先把自己原本的关系、原本的婚姻先处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跟对方好好在一起呢？结果不是大部分的男生都干嘛？一边说我好爱你一边又回去跟老婆跟小孩共享天伦之乐，这傻小啊！就是很自私啊。是啊，如果是真的爱，如果对方现在是真的有伴侣，但是他跟你讲他会处理好再来找你，那才是真正的干干净净，那才是真正的感情，才是真的珍惜你。如果我珍惜你，我怎么可能会把你 on the table， 然后让你备受骂名，对不对？我很爱一个人，我当然渴望所有的人都看见他，所以很多人搞不明白觉得他跟对方有强烈的吸引力，可是你知道吗？那只是你的海底轮跟脐轮跟对方伸出友谊的双手握在一起而已。你走开啦，恶心死了！不好意思，刚刚网络上有人传来消息他说老师就问者，以前人讲相亲结婚，那刚算双生火焰，
他们在一起一辈子的耶。哦，我有发现到一件事，以前的时候嘛，好像就是盲婚哑嫁，就是一开始会连见都没有见到对方，然后可是因父母之言或是媒妁之言，然后就在一起，然后甚至是那种指腹为婚，完全泯灭了双方的意愿，就是孩子们的意愿，硬要把他们凑作堆。然后呢，古时候的这个传统性的信念，又把这个理所当然化。可是反而这样子，大家都没有再分开，看起来没有分开。但是因为以前是旧脑啊，我就是要听话照做嘛，我不要反抗嘛。会开始反抗的，那也是突变脑1.0开始之后，就发现，我不要，我要逃婚，我不要接受相亲，或者是我不想要再去经验盲婚哑嫁的过程，我想要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在我们东方的社会，谁敢这样啊？没有敢啊。他们不敢违背父母啊，所以他们以父母的自由意志为意志啊，根本没有自由拍摄，是以父母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所以很多的盲婚哑嫁，他们的感情之间10对里面虽然都在一起一辈子，可是有9对都干嘛？根本都同床异梦，甚至分房睡，然后或者是各自有伴侣，有的只是男生啦。我觉得以前的男生比较有这一方面的权限。然后会去外面去找伴侣，或是娶2太太、3太太、小姨、小妾，而且还妾不如偷。但现在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在我们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年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如果我跟你不合，当然就可以马上去分开或是分手，这很自然。所以也这个跟双神火焰一点毛关系都没有。所以还有什么要问的？还有刚刚有的都传来了，还有意思就是说，那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良好关系嘞？讲到这个之前啊，我其实欣赏2对历史人物，一个就是徐志摩，大家都知道徐志摩是谁吧？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徐志摩，他非常非常的有才气耶。长得也英俊跟陆小曼、林徽因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里面的过程吗？你那个年代知道吗？徐志摩的原配是张幼仪嘛？那因为张幼仪呢，她也非常的乖巧。徐志摩是突变脑2.0，大家去看我们古代里面啊，就是会作诗作词，有一种很浪漫性格的男生，通常都是突变脑2.0。然后他们也有突变脑3.0，所以他刚好是在突变脑2.0走到突变脑3.0的路上，或者是他左脑是3.0，右脑是突变脑2.0。那2.0它是非常浪漫的，它是比较多元的，它是会更有创意的。那3.0就是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他会用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到很多事情的全貌。所以那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是2.0迈向3.0的突变脑了，所以取到一个有旧脑，然后混合一点突变1.0脑的张幼仪，他当然会觉得我跟你真是没有话讲，也没有话说。所以当他把这娶回家说，虽然原配很乖，孝顺公婆，把家里照顾得很好，但没话聊啊。所以呢，一个浪漫的才子自然而然就会向外发展嘛。最后他就是把那个张幼仪直截了当的表达他的真实，他要跟张幼仪离婚。那对张幼仪来讲，这是很晴天霹雳耶！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我？那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冲击。可是我觉得徐志摩他已经很真实的来面对自己，他没有办法再去忍受一个虚假的、没有交流的、没有感情的，只是相敬如宾的生活。于是他一来而来的去切断。但我觉得张幼仪她有一点非常棒。我那时候再去读张幼仪她的晚年的自传，因为好像是由张幼仪的儿子去帮忙写出来的。张幼仪她最后说：“我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徐志摩，他让我真实的看见自己，然后活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那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很感动，因为那个时候的张幼仪已经从旧脑跟突变1.0的混合脑，它脱颖而出，变成2.0，甚至是迈向3.0。所以我发现真正的灵魂伴侣，或是你们所说的双生火焰，它是要彼此活出真实，
当我活出我的真实了，然后我诱发了你必须要去面对你自己，而且你看到你内在的真实，然后有很大的一个突变。就算两个人的他们的生物载体，也就是他们的肉体没有聚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份爱的能量它是悠远而绵长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感谢。因为徐志摩感谢张幼仪成全了他自己，张幼仪他感谢徐志摩，让他看清楚自己，让他活得更有力量，活得更恣意、更光彩。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理解，然后这个理解因为真实，然后真实产生的理解，理解产生出的感恩，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棒的爱，不是两个人非要在一起不可。所以我就要请大家去想一想，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你生命中出现的关系上的感情，其实说穿了，每一段感情都是灵魂的约定，每一段的感情都是灵魂的约定，每一段的感情都是灵魂的约定。所以来到你身边的，你要让它变成是你的业力伴侣，还是成为你的愿力伴侣？先讲那个愿力是，我们双方会去成全对方来灵魂此生的目的，还有他灵魂蓝图中他要去升华的，要去跨越的，要去看破的。当你真的因为彼此的真实而去看见，两个人就会从业力伴侣升华成愿力伴侣，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愿力，满头怨恨的怨，力量的力，就会变成愿力伴侣。那这个愿力呢，已经不是业力可以形容了，而是这个埋怨会生生世世了。所以每一段感情真的都是灵魂的约定，这个约定是来自于你和我都愿意成为真实。我怎么会忽然间这么严肃呢？真是的还有什么要问的？我还要讲到另外一个人啦，就是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娶的皇后就是婉容。我记得婉容也是比溥仪大很多岁。对，你也是嘛，娶的老婆也是大你很多岁嘛。那婉容还蛮兢兢业业去尽量做好这个工作的，但是她的妃子文秀就很不同咯。我觉得文秀真的是一个超屌的女性耶，她是第一个敢把皇帝给休了，直接说我要跟你离婚。哇，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轰动吗？我去观察文秀的脑，也是2.3、2.4的脑她的脑就是我为什么要被这个古老的就是古老的文化的这个束缚住？不要啊！所以我就是要把你给休了，然后去成就我所想成就的啊！所以我也觉得他也是蛮棒的。所以无论溥仪是不是跟他终其一生的灵魂伴侣，或者是一个身心灵非常契合的灵性伴侣，但是我觉得不能免俗的都是做自己，成为真实，你就会得到真实的爱。而且它不是得到，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吸引到你的身边。你怎么看？所以听老师说起来，是不是双生火焰都不重要，根本没有这回事啊。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活出你的真实去对待你的伴侣。对呀、而不是存在一堆索取或是交换，因为很多之间的，掌控。你讲到重点了，因为很多的之间的业力伴侣，他们都是互相在情绪勒索跟掌控，而不是真正的去成就对方。更多的是，我会拿我理想伴侣的这个模型，然后去比对你。对。然后假设你没有配合我的我的理想伴侣的样子，然后我就会一直对你情绪勒索，你不是爱我吗？你要成为我要的样子啊！一直勒索，一直勒索，一直勒索，最后两个人进入了一个权力斗争之后，拜拜。所以何必活得这么的怨怼呢？请你看清楚，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成为你自己真实的样子，你没有接纳你真实的样子，一直把自己活在一个理想自我跟理想伴侣的过程中的话，那你就会一直强迫你的伴侣。然后你的伴侣有时候或是一开始为了追求你，或是为了配合你，他一直演出你想要的样子，但人都会累啊，对不对？当这个热恋期过了，我已经他妈的不想配合你，而且我觉得你稳稳的就在我手上，这时候就会进入权力斗争期。而且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是基于性的能量，性的吸引力，就那种费洛蒙跟你的海底轮跟
起轮伸出友谊的双手，而不是真正的心轮去伸出一个友谊的手，看见真实的自己跟真实的对方。所以，如果你活得不真实，你就只会吸引到业力伴侣，或是充满怨恨的怨力伴侣。但当你活出真实，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灵魂伴侣，而且是带着好业力的灵魂伴侣。所以我会觉得啦，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很真实的活出自己所有的面相，一个人如果他愿意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所有的面相，那么他遇到谁，谁都会是他的真命天子以及真命